能不能拉过来？哎呦，这个已经是悬空了，已经形成了十字步那个这个不好逃啊！看这个发力，再来一次打开了。哎呦，外国选手下死手，妄想掰断新疆小伙的手臂，小伙当场旱地拔葱，将其当场摔断脖颈，大快人心。好，各位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场非常精彩的中塔对局。好，没有错，眼前的这个小子便是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断臂狂魔马穆罗夫阿卡马林。这个家伙的柔术呢是非常的厉害，平均每3场比赛就要掰断一个人的手臂，所以说被称为了断臂狂魔。而且此人在擂台上掰断对手手臂的方式也是千变万化，怪招频出。本场比赛也是放下狠话啊，比方说打中国选手，掰中国选手的手臂就像掰断一根筷子一样，轻轻松松。好，的确是非常的猖獗。本场比赛来自于新疆年仅22岁的小伙子阿里霸气出山，他才22岁，但是目前为止上战绩12战11胜1平，一场比赛没输过，是我们中国新生代选手当中呢非常具有潜力的一位。好，比赛开始，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哎呦，直接开始偷袭！好，搞偷袭的这个小子便是马穆罗夫，来自于塔吉克斯坦选手。那么红色裤衩现在处于上位的连续砸拳，他便是中国新疆小伙阿里。对方一上来就想搞偷袭，但是阿里这场比赛的防抱摔做得不错，没有给到对方太多的一个机会。地面，并且是那个面对对手，对方十字步，看一下要不要布置没有，很难做成的。是的，那因为这是 MMA 比赛，并不是纯柔术比赛。没错。那么刚才下潜抱摔很明显马穆洛夫呢是一个摔柔系出身的选手，可能是他的摔法和一些地面技是他的制胜的绝技。看一看断头台，这个动作我们现在看的不是很清晰。对，手腕子应该是进去了但是目前为止的话还没有形成这种全封闭。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现在应该大部分的头部在外面，应该不会有。对应该不会有。而我们看这个塔吉克斯坦选手呢，战术非常的明确，而且呢，他真的是阴魂不散。好，双方的地面对局，对方处于上位，两人的年纪相仿对方的话是23岁，我们的话是22岁就差了1岁。我们的新疆小伙一定要防护好自己的手臂还有他自己的这个脖颈，尤其是手臂这个小子要小心，能清晰的看到对方在掰我们的手臂。好漂亮，双方再一次回到站立。好，不错，后手直接压进去不着急。蹬，艾里是一个反架选手。对，刚才对方是多做了2次抱摔，但没有成功。艾里这个防抱摔做的还是很棒。你看，这个直接压下去对方要打这个开放式，我们看这边进入了对方的蝴蝶好，肘击。你看，想小心对方的蝴蝶扫。下位的这种正蹬。好，扫踢。球踢。但是一定要注意其实这个体位下的腿法有的时候并不灵光牙套掉了出来小心。好，我们注意看两位选手的地面对局打得非常激烈，我们的新疆小伙马上就要打出擂台了，半个身子已经是掉了出去。对方擅长柔术，那我们就跟你打柔术。看来阿里这个小伙子还是非常的执着完全不怂对手。你看对方像一条赖皮狗一样赖在了地上。第一回合还有1半的时间，当然看阿里的话也是不想强行的进入到地面，因为这是对方所擅长的一个领域。我们的踢屁股打一打对方的这个脚趾头，我觉得可以挠他的脚心当然这个是规则不允许的，但当然规则也没说只是有点不讲武德，进行这种大位的那个上位的砸拳。下潜抱大腿，抱摔漂亮直接放倒之后，我们看这边直接压对方的一条腿。对，艾里正在尽可能的起来，看直接切进去，这边现在用膝盾挡住了对方的压进对方现在是半防这边马穆罗夫正在尽力的过腿，想拿到侧方位的压制，应该不太容易没错还好没有成功过腿。艾里现在这边的话也是直接用膝盖切进去小心这就是要可以看看马穆罗夫的胳膊，不能让他这么轻松的过腿对，刚才其实这个时候是可以有砸击的我刚才还以为他要做那个木刺吞。
我相信屏幕前有很多观众朋友们，相较于地面上的对局呢，更喜欢看站立上的拳脚对轰。当然啊，拳脚对轰很精彩，但是地面对局啊更考验双方的体能和耐力。好，你看对方又一次，这个家伙到底打不打啊？你要喜欢睡觉，你回家睡去啊，不要在擂台上老是躺着。这个擂台又不是你家的啊！小心对方又来了，抓单腿，但是阿里的防爆摔啊依旧是不错。而看情况，阿里是不太想和对方啊打这个地面上的纠缠了啊，更偏向于打站立。因为我们看阿里的这个肱二头肌啊，像两块大石头一样，你就可以想象他的拳有多重。观众朋友们，怪不得对方的躺在地上的这个塔吉克斯坦选手啊，不敢和我们打站立啊，终于搞明白了，是不敢打啊。3年，对，不是那个格雷西家族横扫世界的时候，没错。那个毕竟在那个年代，大家没有见过这种技术。对。好，看这边啊，因为比赛呢刚刚开始第一局，双方这个确实又来艾里压得很紧啊！我已经忘了是第几次了。这边应该是第4次。好，继续要做断头吗？看膝盖能不能切过来。不好过，不好过。好，双方的第1回合结束。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第2回合，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阿里一定要小心对方的抱摔又来了，这个家伙偷袭不成功之后，第一时间赶紧躺到地上，他就断定啊，我们阿里不敢和他打这个地面。好，来看一下，右边的红方选手红色裤衩，中方选手阿里啊，新疆小伙子。那么右边的蓝方选手便是塔吉克斯坦的阿穆罗夫，人送外号断臂狂魔。对方很擅长把对手的手臂或者大腿掰断。他的膝盖啊已经被擂台磨得已经破皮了，对，应该是破了。想要做这个扫击，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啊。对，没错。这边艾里的这个防爆摔做的是很棒。对，扫踢。马穆罗夫呢，现在还是应该站起来，重新布置一下自己的整体战术。他确实是想利用这个抱摔然后进入到地面缠斗。但目前来看的话，他地面缠斗的技术其实不是特别的细对，包括刚才爆发力的确是有很足，但是呢，艾里也不差呀。没错，这边艾里不去打这个和对方主动进入地面。对，艾里的打法还是相对较聪明一点的。这场比赛完全是2种风格碰撞到了一起。你看对方，这是想做仰卧起坐吗？他只有仰卧，没有起坐，什么情况？你快起坐和我们打站立。你看把阿里急的像一个玩不着玩具的孩子一样非常着急。对方的脚踝，但是其实呢也没有那么容易。对，双脚踝，其实因为我们平时这一拳。这个动作比较冷，但是呢，你像这种的勾双脚踝的动作，它的动作起伏度太大，不容易形成。好，再来这边，还是没有。那么我估计我估计这马穆罗夫可能还是会更多的使用自己的一个抱摔。没错，其实综合格斗比赛当中一回合当中3到4次抱摔不成的话，这边哎呦放开了对，我还以为刚才要搭一个蟒蛇，但是进入到对方的封闭式防守里面。看一下全封闭这边马穆罗夫还是看一下控制一下对方的这个右手。对，现在的艾里非常聪明时不时的来几记砸击骚扰一下他。第2回合还有一半的时间，双方又是来到了地面上的对决。阿里在上位打的也不是很轻松因为我们不敢做太多的一个砸击。其实这样打是比较好的，没有错脑袋紧紧的贴在对方的胸膛上，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消磨对方的体能偶尔的偷一拳的确这个打法很聪明。你看阿里呢，偶尔抽他一拳打他一巴掌，然后赶紧蹲下，不给对方反击的机会。相互呢都不占优势，但是呢 MMA 可不一样。对，我是可以砸击的。对，再来。好，直接带倒压制但是今天确实你看艾里也没有去进一步做过腿大致还是在这个全封闭或者是开放，还是想保存一下自己的体能。确实是这样。你看艾里现在其实呢在慢慢的想要破开对方的腿防。这边小心拿到，现在可以砸拳了。小心对方的腿蹬开。刚才有一个动作我还以为要打3脚，但是没有这个时机。对，
艾里没有下一步的一个动作。你看，包括他也不着急去做过腿啊，去做这个横四方等等等等啊。并且刚才呢，艾里他本身的突发情况，我们看对方的塔吉克斯坦雄鹰啊，断臂狂魔。哎呦，这是什么情况？检查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坏掉了。刚刚的话，这个阿里是有一个下劈腿的动作啊，劈到对方的裤裆上，但是我相信不是故意的啊。对方是断臂狂魔，而我们阿里是这个断腿狂魔啊，断对方的第3条腿。这应该不是故意的啊。那对方总躺着，我们这个踢腿啊难免会踢到，这很正常。好，给对方疼的已经是抽搐起来了。练习一下这个熟悉的动作，看一下还是能不能这个是吧？好，看来阿里这一脚踢的并不轻，看情况是要缓一会儿了。这是个什么姿势？这个动作不是特别雅观啊。好，双方比赛再开。重新开始。艾里压得很紧。刚才马莫罗夫终于出腿了，又来了，还是抱单腿，这抱单腿啊，因为我们比赛是用的擂台啊，没有这个笼子，所以艾里现在卡住了他的颈部，但是不够深入啊。这边你看是要这边直接是就断头拿进去了，放开了，上位砸拳继续的踢击，对。好，对方的话又是亮出了这个非常老赖的动作，看来对方的马布罗夫只想把最后的时间给他耗过去，非常的无赖啊！阿里拿他也是没什么办法，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失误一次啊，再给他来一下。更何况你这一招他并不鲜呀，没错。如果你的抱摔能够屡次给艾里造成效果的话，没有问题，你可以用这个技术。对的。不要太执着。对，塔吉克斯坦这边啊，看到这个区域的选手特别喜欢练摔跤。对，好，双方第2回合比赛结束。好，观众朋友们，不知不觉比赛来到了第3个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打得很快啊！前2个回合对方的这个塔吉克斯坦选手非常的无赖。好，我们看一下蓝色裤衩啊，蓝白裤衩便是塔吉克斯坦选手阿穆罗夫，而红色裤衩便是中方选手阿里。表现真是人如其名，特别克制住了马穆罗夫。是的，克制住了。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中国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民族少数民族选手都是这种摔跤天赋比较强的。你像这个蒙古族，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艾里是哈萨克族，包括这维吾尔族等等。这边有大十字，小心！下位这个十字，能不能拉过来？这个已经是悬空了，已经形成了十字步这个，这个不好逃啊！看这个发力，再来一次打开了，哇，艾里太顽强了，能够感受到艾里这个超强的腰腹肌的力量。对，刚刚对方的塔吉克斯坦选手用出了自己的绝招就是断臂的一个招式，但是没有想到失灵了不好使了。好，看一下再次贴面推举，我们中方小伙子阿里是死死的紧紧的贴到了对方的身上。这场比赛我们阿里是始终是有着一个主动进攻的一个态势所以说打分上来讲是有优势的。而这场比赛大概率是会打分。好的，上位砸拳没有成功了。艾里本身他的腰腹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是。好，最后恢复到站立。现在能够看出你看马穆罗夫现在略显被动，对，体能下降很严重，对，干脆躺在地上注目状态随便你踢。因为毕竟连续的这种下潜抱腿的动作是非常消耗体能的，对，太消耗体能。现在对于艾里来讲的话不着急，其实整个场面上还是占优势的。好，现在的裁判终于是出手制止了对方经常躺在地上的卑鄙行为。我觉得早就该出手了。这场比赛我觉得他的判罚有些不公正他任由对方的这个塔吉克斯坦选手这个赖在地上，当然这是规则范围之内，但是你长时间躺在地上，这种消极行为这个裁判应该是及时出手。你看像这个时候裁判就应该及时出手制止了，但是裁判还在看，还在瞅，我甚至不知道这个裁判在看什么。
是喜欢对方这个妖娆的这个躺姿吗？还是说什么情况？好，终于出手了啊！这个出手时间有点晚，但是还行啊，最起码是出手了。十字库啊，对艾里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啊，又抱又抱腿。目前来看的话，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针对的战术。是。还有场下的这个艾里的教练一直是在大声的让他出拳啊。没错。啊，现在艾里打一拳之后，自己是主动的进入到这个地面的一个位置踢击。艾里的教练呢，还是看得更清晰一些。是的。艾里如果在刚刚主动出拳的话，只要出拳就有。好，拿到对方的脚踝扫踢。啊，由于这个比赛当中是没有道服的嘛，啊，所以做这个抓住这个裤子的口做 pass 这个动作现在不成立。很难的，因为你想单手抓脚踝的话，你那手上的力量不可能抗得过对方大腿的力量嘛。是的，这就是综合格斗和巴西柔术不一样的地方。好，比赛有最后50秒钟的时间，看来本场比赛想要产生 KO 啊，观众朋友们几乎是不太可能了。实际上可以打得更凶一点啊，这个阿里呢还是表现得比较的稳，打2拳就走。啊，你看这个完全是最后时刻了，阿里啊拼一拼吧，不要再犹豫了。好，再来，非常漂亮。但是已经一个位移又躲过了马布罗夫的这个抱腿。没错，马布罗夫今天这个抱摔真的是效果不好。可以说是非常失败。他的意图太过明显。太明显了。连续踢膝10几秒钟啊。好，比赛还有10秒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场比赛的结局已经一目了然了。没错，艾里的优势很明显。好，比赛结束。好，双方打满了3回。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最终在对方躺在地上耍赖皮的时间啊，终于是结束了。好，一场3回合15分钟大战，把对方的塔吉克斯坦选手啊累得像条哈皮狗一样，非常的累啊。堂堂的断臂狂魔，本场比赛险些被踢断了第3条腿。好，这场比赛阿里这个小伙子表现得非常的沉稳，非常的老练，完全不像一个20岁的小伙子。虽然说略带一些枯燥，但是很稳。我们稳中取胜也没什么问题。红方胜。